春日宴上，小郡王错将我认成周大姑娘，与我多说了几句话，惹得周大姑娘与他大吵一架。他面子上过不去，醉酒间赌气跟圣上求娶我。圣上赐婚，我们家没有法子，只得悄悄退了刚定下的婚约，让我出嫁。但婚礼当晚，小郡王却同我说，对不住，是我一时冲动，陛下赐婚我们不好和离，但1年后我会安排你假死。笑话，我萧意思吃进口的东西从来没往外吐过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周庭明艳张扬，同清秀雅淡的我并不相像。但春日宴那天，我与他碰巧都穿了木蓝色，书同样朝云际。裴玄从背后蒙住我的眼睛，叫我猜他是谁。我转过身来，他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，急忙道歉，又问我姓名，最后摘了路旁一朵芙蓉花送我。温柔多情小郡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一幕叫周庭撞见，他当众大发雷霆，指责裴玄三心两意，勾三搭四，将身上裴玄送的定情玉佩狠狠砸在地上。裴玄脸上挂不住，宴上饮多了酒，又被狐朋狗友撺掇，进宫去求皇上赐婚。圣旨到萧家的时候，爹娘都惊呆了。我爹只是一个6品太医局正，何德何能竟能跟郡王做亲家？我娘哆哆嗦嗦问我，和宋家的婚事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只能悄悄退了，宋家半个字都不敢多说。只拿宋二公子，当场就红了眼。宋濂是我亲自挑的夫君，宋夫人嫌我家世低微，我花了2年多的时间伏低做小，她才对我改观。挺可惜的，白费了那样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大婚前夕，好友替我添妆，周庭也来了。他送我金镶玉步摇，亲自插到我发间，低声轻笑，你真以为你做得了南平郡王妃？果然新婚夜裴玄连红盖头都没挑，就跟我说，对不住，我与周姑娘吵架，心情不好，喝醉酒连累了你，陛下赐婚不好和离，不过你放心，1年之后我会安排你假死。我在盖头之下翻了个白眼，笑话，犯错的是他，凭什么要我来承担责任？我远离亲人和朋友，远离故土，失去身份，他全身而退，继续娇妻美眷。做梦呢！我深吸一口气，自己掀了盖头，笑意盈望向他。郡王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郡王与周姑娘感情笃深，我还担心成亲会伤害到他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郡王既有了安排，我自然会全力配合。只是有一项，你我虽只有夫妻之名，但在外人面前，还请郡王给我一点郡王妃应有的脸面。我不哭不闹，善解人意，在裴玄意料之外。他怔了怔，笑道，那是自然。又道，婷婷还说你不会肯，还说你是故意同他撞衫，引我注意。我露出吃惊的神色，周姑娘怎会如此揣度？实不相瞒，我本已有婚约。裴玄愧疚，又同我道歉。他是圣上侄子，父母俱亡，整个南宁郡王府只他一个主子，郡王妃嫁进来就能当家做主，且不用侍奉公婆，没有婆媳矛盾。比起宋濂，他显然是更理想的夫君人选。我们没有圆房，但长夜漫漫，总要找点事做。我提议投壶，输的人睡床外面。他又吃了一惊，他显然没有打算跟我睡一张床。我温温柔柔解释，我夜里有喝水的习惯，一时也改不了。丫鬟进来看见我们分床睡不好，他没有起疑心。投壶是他的强项，他是纨绔子弟，领一个闲差，每日只管吃喝玩乐。周庭是武将之女，幼时曾与父兄在北疆生活过一阵，会骑马射箭，性子爽利，同京城贵女多有不同，很能同裴玄玩到一块。但裴玄没想到我玩投壶竟也不差，虽然不及他，却也叫他刮目相看。我输了，他睡里面，我睡外面，2条被子，2个被窝。躺下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他的呼吸乱了一瞬。翌日早起去祠堂给裴玄父母上香磕头，他的奶娘在旁边伺候，抹着眼泪对牌位道，王爷王妃，郡王爷终于成家了，你们9泉之下也可以安心了。裴玄眼睛也红了，他自幼失户，是这位奶娘照料他生活起居，打理王府，名义上是下人，权力却极大，府里上下尊称一句佩蓉姑姑。我和裴玄的事，裴玄没有瞒他，他私下里悄悄提点我，郡王重情，有了肌肤之亲，他便不忍心赶你走了。相较于周庭，他更喜欢我做这个南宁郡王妃。
因我出身不如周婷，看着也好拿捏。他不想交出管家权，觉得我新进门脸皮薄，定也不好意思找他要，故此提都没提。却在周婷登门时，使人拦住他，说是我吩咐的。周婷被拦了2次，大怒。他从前是郡王府如自己家，出入自如，无需通报，哪里忍得了线下的落差？甩着长鞭就打进了郡王府。这是我和裴玄成亲的第4日，圣上给了他10日婚假，他做样子这几日都同我厮混在一处。我们正在下棋，输的人晚上睡外面。昨晚我们比了蹴鞠，他输给了我。周婷闯进来，鞭子直接甩过来，将棋盘都打烂了，黑的白的棋子飞得到处都是。祖宗哀！裴玄说，谁又惹你了？这么大火气。他没生气，语气宠溺又无奈。我将周围的下人遣开。周婷指着我，你还说他没有企图？他竟敢让人拦着不让我进府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南宁郡王府什么时候轮得到他说话？裴玄蹙眉看向我，眼里责怪的意味很明显。郡王爷，我无奈苦笑，我才嫁进来4天，府里各处都不熟悉，人也没认全，管家权也不在我这，我上哪去指使别人？裴玄一怔，随即明白了。奶娘的解释也很在理，像一个长辈，才成亲几天，就同外面的女人不清不楚，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裴玄讪讪，他敬重奶娘，周婷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也愿意礼让他3分。奶娘以为我在意裴玄，和他一条战线，应该感激他帮我对付周婷。他想让我依靠他。等他离开，我主动提起管家权，还是奶娘先管着，虽说不合规矩，但是1年后我就要离开，再和周姑娘交接也麻烦，还不如到时候由奶娘直接交给周姑娘。我表现得无欲无求，连周婷都吃了一惊。她看不透我，惊疑不定。我又说，1日不见如隔3秋，你们肯定有很多话要说。不过今时不同往日，郡王爷已婚，再和周姑娘单独说话，恐惹人闲话，我在一旁反而合情合理，你们别不好意思，就当我透明。裴玄和周婷一齐红了脸。我这么大个人处在这儿，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说什么情意绵绵的话，只随便说了几句。晚间裴玄要同我继续下棋时，我伸出右手手背给他看，那里有一道红红的鞭痕，是周婷不小心甩到。你心上人打的，你是不是要替他赎罪？我娇嗔。裴玄失笑，问怎么赎罪？先替我擦药。他照做，指腹蘸了药膏，轻轻抹在我手背上，凉凉的，痒痒的。好痒。我一直笑。他便故意朝我伤口吹气，我投降。好好好，今晚让你睡里面。10日婚假一过，白日里我便不大见得到裴玄了。不过他晚上倒是会准时归家。我们一直同睡一张床，琴棋书画、斗鸡走马、相扑掷头都比了一遍。他很享受我们这种暧昧关系，明明很亲密，却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这一日阳光甚好，裴玄准备出门时，我叫住了他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我一个人在家挺无聊的。他迟疑。我已经爬进马车，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丢下我。我们去京郊马场，已经有一大帮人在等着，男女都有，周婷也在。裴玄扶着我从马车上下来时，现场静了一瞬，周婷的脸当场就黑了。有人阴阳怪气道，郡王爷，你带个外人来做什么？裴玄还记得对我的承诺，道，郡王妃是我娘子，怎么会是外人？周婷的脸更黑了，拿马鞭指着我，你会骑马吗？会一点。敢不敢和我比一局？输的人马上滚。行。我一口应下。周婷不屑冷笑，仿佛我不自量力。倒也不用走，去看台上坐着就行。裴玄也觉得我会输，替我解围，又从怀里取出一枚玉佩，这个做彩头。所有人都觉得我会输，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等比赛开始，他们又不笑了，因为我从头到尾一直稳稳压在周婷前头。她穿红色旗装，束发；我穿寻常烟波蓝裙长，裙摆和长发一起飘扬。裴玄眼里闪过惊艳。快到终点时，我身下的马忽然扬起前蹄，发出痛苦嘶鸣，我被掀翻在地，连滚几圈。裴玄奔过来查看我的伤势，我身手敏捷，只扭伤了脚。周婷一阵风似的冲过红绸带，骑在马上志得意满回头，我赢了，郡
王妃。他居高临下睥睨我，我躺在裴玄怀里，脚踝的疼痛让我脸色发白，顾不上回应他。驯马师将失控的马追回来，郡王爷，马受伤了，有人拿利器在他脖子上扎了一下。他撸起马的鬃毛给我们看，果然有一个黄豆大小的伤口，渗着血珠，混在棕色的毛里，看不大清楚。众人齐刷刷看向周婷，周婷恼怒：你们什么意思？怀疑我吗？他气得脸都红了，赢他我还需要使这种龌龊手段吗？没人说话，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，没有这处意外，赢的就是我了。周婷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指着裴玄：裴玄，你说你也认为是我吗？裴玄要说话，我按住他：是我，想来是我身上戴的首饰太多，不小心划伤了他，不是周姑娘。又凑到他耳边低声道：别伤了你们多年情分。裴玄没说话，也没看周婷，抱着我回了郡王府。裴玄喜欢周婷，喜欢她明艳张扬，直率热烈，天真浪漫，不拘小节，但绝不会喜欢她心狠手辣，心机深沉。我的伤没有大碍，正骨之后休养2-3天即可。裴玄把玉佩递给我，本来该是你赢的，我没接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没有什么本该。再说这玉佩是你专门为周姑娘准备的。周婷摔碎了他们的定情信物，裴玄便又准备了一枚，他以为周婷必赢，却没想到是用这样的手段赢。他有些迷惘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可他以前也没想过你会娶别人。我替周婷说话，裴玄羞愧，我是罪魁祸首，伤害了你，也伤害了他。去找周姑娘吧，把事情说开，把玉佩给他。我鼓励他，这世界上有情人太少了。在不知道你和周姑娘以前，我还以为所有人都像我一样，到年纪就听父母的话，嫁给一个自己都不了解的男人。我真的很羡慕你和周姑娘。他去找周婷，1个时辰后，他铁青着脸回来了。周婷又一次摔碎了他送的玉佩，他恨他不信他。他们大吵一架，周婷还动了手，他的脸被他打肿。裴玄疲惫，他真是被惯坏了。我叫下人煮了鸡蛋，亲自剥了壳，替他滚在脸上消肿。我从前跟人打架，我爹就是这样替我消肿的。他很惊讶，你还跟人打过架？我爹做太医局，挣钱是江湖游医，我亲娘死得早，我爹带着我四海为家，有小孩子骂我有娘生没娘养，我就跟他们打架，打不赢也打，实在打不过就跑。我骑马的功夫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。后来我爹娶了季氏，就是我现在的娘，她待我很好，我不说你都不知道她不是我亲娘吧？我眉眼弯弯，巧笑倩兮，从前的苦难在我身上看不出一丝痕迹。但裴玄被触动了，他没有爹娘，很能和我共情。他冷了周婷一段时间，我脚伤好了，陪他四处玩，他发现我什么都会一点，京城各处也是了如指掌。慢慢有佳话传出来，说南宁郡王和郡王妃琴瑟和谐，恩爱不移。周婷坐不住了，他主动找裴玄认了错，认下了自己没做过的事，又跟我赔礼道歉，送我珍贵的药材和昂贵的珠宝。不知是谁指点了他，他大概以为只要裴玄的心一直在他这儿，1年之后我就会乖乖被送走。太天真了。他敛了脾气，变得乖顺，时常进府陪我说话，叫我姐姐。我们相处融洽。最难受的人是裴玄的奶娘，她觉得我不中用，什么都抢不来，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周婷会成为南宁郡王府的女主人。她不想见到这样的场景，于是她自作主张，悄悄在我和裴玄的夜宵里下了催情药。我爹是太医局正，我自小接触药物，但他不怕我发现，他以为我会顺水推舟，但我没有。我喝了一口，猛地放下碗，劈手把裴玄手中的汤碗打翻。他还没来得及喝，吓了一大跳，脸色也跟着发白。有人下毒？你有没有事？来人！我连忙拦住他，是催情药，我喝了一口，不要惊动旁人。他一愣，药效发作得很快，才一口我就浑身发热，脸上通红，连我自己都没注意到，我眼波如水，媚态横生。裴玄看傻了，喉结快速滑动。要不要叫大夫？他手足无措。我摇头，忍着难受，拿过案几上的剪刀，狠狠在掌心一划，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。裴玄来不及阻拦，惊呼出声。
你疯了！他手忙脚乱替我止血，又找了金疮药和纱布替我包扎。我脸上不正常的红晕散去，我松一口气，不能叫你对不起周婷妹妹。其实她有2个通房，并没有为周婷守身如玉，但在世家贵族里，通房算不得人，只是泄欲的工具。周婷也不在乎。我不一样，我是赐婚的郡王妃，真和裴玄有了什么，就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了，也就没周婷什么事了。裴玄很感动，觉得我人美心善，一心为他人着想。第2日他就发作了奶娘，夺了他的管家权，没忍心赶他走，让他住在郡王府后头的小院养老，他的家人也没受到牵连。周婷知道我受伤，拎了补品来看我。裴玄正喂我喝药，我伤的是右手，左手不习惯，他同我猜拳，输了便喂我喝药。周婷一来，我马上说，周婷妹妹你别误会，我伤了右手，郡王爷才喂我的。周婷阴阳怪气，哟，怎么就那么巧伤到了右手？我和裴玄对视一眼，他脸红了，我脸也红了。周婷的脸黑了，掌心是皮外伤，不要紧，我自己下的手，有分寸。裴玄不和我比了，夜里我一直睡里面，想喝水了踢他一脚，他给我倒。小爷我就没干过这种伺候人的事，我是替周婷妹妹调教你，会伺候娘子才是一个合格的夫君。你原来的未婚夫是谁？他忽然问我，我如实回答，国子监祭酒家的2公子，宋濂。我爹和宋祭酒是调友，很投缘，如若不然，这样的人家我也是高攀不上的。裴玄听出了一丝苦涩，你心悦他？我扑哧笑出声，你以为人人都如你和周婷妹妹吗？婚姻之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里谈得上心不心悦？我统共才见过他3次，他长相端正，我便同意了，爹娘总不会害我。比我如何？什么？你说他长相端正，和我比呢？我抬眼看他，细细端详，从眉眼到下颚线，自然是你更好看，你是瓜子脸，上宽下窄，面部轮廓感很强，下颚线清晰，皮肤也白，眼睛是最迷人的丹凤眼，眼尾还有一点上挑，给人一种翩翩贵公子的感觉。对了，我又凑近一些，温热的呼吸扑在他脸上，眼睛还有点内双，眼角有一点向下压，又增添了几分忧郁的气息。鼻子也非常优秀，鼻梁高挺，鼻骨线条流畅，增添了贵气之感。嘴唇，虽然偏薄，但是很饱满，人中偏长，伴随着微微下垂的嘴角，给人一种无辜的感觉。不笑的时候迷人忧郁，笑起来的时候温暖和煦。我一本正经点评，把裴玄说愣住了，他手里还端着茶杯，不自然地把剩下的水一饮而尽。我道，你喝我水干嘛？他一下喷了出来，被子湿了。大半夜惊动了下人，重新换被褥，我身上也湿了一点，重新换了干净的。第2天就有谣言说我和裴玄玩得花，玩得野，夜里叫了好几次水。谣言传到周婷耳朵里，她这时才知道，我和裴玄从成亲开始就一直睡一张床。她忍不住了，她向来不是忍得住的人，之前装出的乖顺早已让她憋了一肚子气，何况是这样的事。她来质问裴玄，我解释，周婷妹妹你别误会，我和郡王爷睡一张床也是为了掩人耳目。我们虽然夜夜睡一张床，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是纯洁的男女关系。周婷骂，都男女关系了，还纯洁什么？裴玄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裴玄觉得很冤，思思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确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别疑神疑鬼，无理取闹好不好？我火上浇油，周婷妹妹，你对郡王爷连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也难怪，你要是信他，我就不会嫁给他了。我这么一说，他们都想起我为什么会嫁给裴玄了。周婷妹妹，情侣间没有信任，可走不远。周婷气得发抖，我和裴玄的事轮不到你插嘴。他扬手要打我，我拿还裹着纱布的右手去挡，伤口裂开，鲜血透过纱布渗了出来。我嘶了一声，神色痛苦。裴玄紧张地捧住我的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疼？来人，去请大夫。我眼眶里含了泪，要掉不掉？好疼。乖，没事啊，不疼，大夫马上就来了。裴玄一边说一边替我吹气，隔着纱布哪里吹得到伤口，也不过是哄我开心。我破涕而笑，隔着裴玄，
望向周婷，她的脸一会儿黑一会儿白，精彩极了。我本以为到这种地步，周婷但凡是个有骨气的，都应该和裴玄恩断义绝，重觅家婿。如果他真这样做了，裴玄说不定会立刻忘记他们之间的不愉快，他们的感情也会随之上升到另一个高度。他会成为裴玄永远得不到的白月光。不过白月光、朱砂痣对我都没影响，我只想做真正掌权的名正言顺的郡王妃。没想到我高估了周婷，她对裴玄掉了几滴眼泪，哭着说都是因为太紧张，她太爱他，裴玄马上就跟她和好了。她这样刚烈的女子，没在裴玄面前哭过，一哭便是绝杀。裴玄心疼死了，他甚至开始反思是否与我太过亲密。在他开口之前，我主动道：以后你来我房里就睡贵妃榻好了，因为这件事闹得你和周婷妹妹吵架，我很内疚。他迟疑，被丫鬟瞧见怎么办？我已经改了夜里喝水的习惯，不会有人瞧见了。这天夜里他睡贵妃榻，可是辗转反侧一直睡不着，闹得我也睡不好。郡王爷，要不你去书房睡？他却抱着被子爬上了床，他已经习惯我睡在身边。被周婷妹妹知道怎么办？他困得不行，一直打哈欠，他不会知道的。掌心的伤好了之后，留下了一道很浅的疤，不仔细看不清。裴玄将管家权交给了我，他的私库有不少好东西，我看到喜欢的就跟他要。当是我替你和周婷妹妹管家的辛苦费，你倒是一点不藏着掖着。他对我很大方，我喜欢什么他就给我什么，我也没多拿，分寸掌握的恰到好处。他觉得我很坦诚，又不至于贪财。我查账本，很快看出猫腻，奶娘胆大包天，竟联合各大商铺掌柜，每年用假账本糊弄裴玄。我没告诉裴玄，独自去后院见了奶娘。夏秋换季，我病了，昏昏沉沉，有些发热，又赶上我生辰，怕过了病气给裴玄，就没说，除了我的陪嫁丫鬟，府里也没其他人知道。但他还是知道了。傍晚的时候他过来，带了一只玉兰木簪，没来得及准备礼物，回来时顺手在小摊前买的，不值几个钱，别嫌弃。我很欢喜，立刻簪到发髻上，又赶他走。行了，知道你有心，赶紧走吧，别被我传染了。我裹着毯子歪在贵妃榻上，面前的小几上摆了只精致的小炉子，里头点着蜡烛，温着一壶黄酒。裴玄不肯走，非要陪我喝一杯，又很疑惑，病了怎么能喝酒？身上冷，只喝了一杯，已经要叫人撤下去了。他自己斟了一杯，又叫人给我煮长寿面，我胃口不好，只慢慢吃了一小碗，鼻子塞了，舌头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。我笑，就是山珍海味，吃起来也没味。可是慢慢的，我觉察出不对劲儿，我身上越来越热，脸色发烫，眼睛亮得吓人，神志也有些模糊。裴玄也看出来了，伸手过来探我额头，怎么这么烫？我忽然福至心灵，是催情药，下在面碗里，糟糕，我吃了好多。我急忙去找剪刀，起身脚底虚扶，头也有些发晕。裴玄扶住我，我抱着他喘了几口气，又推开他，终于摸到剪刀，一只手却按住了我。我抬头，裴玄看着我，别再伤害自己了，我会心疼。他凑过来吻我，我浑身战栗。忽然间，有人冲了进来，一个面生的丫鬟跪在地上喊：郡王爷，面不能吃，奴婢亲眼看见郡王妃的丫鬟在面里下了药。瞧见我们的样子，他一脸恍然大悟，是催情药。郡王妃，你在郡王爷的面里下了催情药，你怎么能用这么下作的手段？我被气笑了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他充满期待地看向裴玄，裴玄很敏锐，几乎一瞬间就理清了真相。有人设局诬陷我，那人以为面是裴玄要吃的，他一脚把那丫鬟踹倒在地，抓起来。那丫鬟不知发生什么事，明明自己立了功，为何要被抓起来？他以为裴玄不信他，指天誓地发誓。裴玄一脸嫌恶，直到人被拖走，他都没看他一眼。我出了很多汗，烧也退了，神清气爽。但裴玄后悔了，他觉得对不起周婷。我轻声道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他羞愧难当，一腔怒火全发在了告密的丫鬟身上，他被打得半死，终于招认，要是他下的，他是受了周婷的指使。周婷知道裴玄憎恶被人算计，于是收买了这丫鬟，让他在裴玄的吃食里下药，
然后再事事揭发，把污水泼到我身上。毕竟我最有理由这么做了。可是这丫鬟弄错了，她以为裴玄让厨房做面是自己要吃，哪里想到是我吃了。裴玄无法接受，他怎么变成这样？他喃喃问我，先是马场刺伤你的马，现在又用这么下作的手段陷害你。他从前虽然骄纵，可是心思单纯，这些弯弯绕绕哪里懂？他什么时候变得和京城那些心机深沉的女人一样了？人都是会变的。我说，低头的瞬间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心机深沉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和我比起来，周婷简直太单纯了。我只不过让奶娘去跟周婷抱怨了几句，似是而非的几句话，周婷就以为我早有这样的心思。她以为自己算无遗漏，实际上是我将计就计。长寿面里下了药，黄酒里也下了药，只不过酒里分量轻，要与我身上的香气混合才能发挥作用。裴玄还以为是正常的情动。有了上次奶娘下药的事，他怎么样都不会怀疑到我身上。他要打死那丫鬟，我替他求情，不至于。当时积德，他已经吃够苦头，赶出去就是。你总是这样心善。裴玄不大乐意，但还是听了我的话。我没再为难奶娘，她替我做了这事，账本的事我就没有追究，只把他们全家打发去了乡下的庄子上。奶娘对我维护了她在裴玄心里的形象，感恩戴德。然后我转头让那告密的丫鬟告诉周婷，他们的计策成功了。裴玄现在很厌我，不过裴玄当时差点没把持住，很懊悔，觉得没脸见他。周婷很兴奋，他往郡王府来了几次，裴玄都没见他，他便信以为真。他高高兴兴地等着满1年，我被赶出去。裴玄如今对他又爱又失望，然而多年的情分不是说断就能断的，他做的任何事冠上爱情之名，似乎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。他又不是要害他，他也是太爱我了，是我没有给他足够的信任，觉悟还挺高。于是我知道扳倒周婷不难，3年5载，我有的是手段慢慢消耗掉裴玄对他的情谊。难的是我没有那样多的时间。公主府有赏菊宴，我收到请帖，下马车时碰到周婷，她很震惊我居然没有被禁足。郡王爷对你也太宽容了，你做了那样的事，他居然还让你出门。他低声训斥我，你但凡有点羞耻之心，就该闭门不出。我笑，我是陛下亲赐的南宁郡王妃，只要我不谋反，我永远都是南宁郡王妃。他恨得牙痒痒。他在我前面进了公主府，等我到的时候，一群人忽然没了声音，个个神色怪异地看着我。他在人群中间，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。有跟我还算交好的夫人悄悄告诉我，周姑娘说南宁郡王至今没有跟你圆房。我露出诧异的神色，周姑娘怎么跟长舌妇似的？说着，我忽然眉头一蹙，捂着嘴巴干呕起来。那位夫人震惊，啊，你……我娇羞一笑，还不确定呢。刚刚想要看我笑话的一群人齐齐去看周婷，周婷已经震惊地站了起来，脸上青红交加，悲愤异常。她没脸继续待下去，不到1盏茶的时间就借口身体不适走了。我回府的时候，裴玄已经回来了，目光落在我的小腹，轻颤着声音问，你当真？周婷找过他了，他们吵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凶。周婷到这时才知道，是他成就了我和裴玄的好事。我笑一笑，我骗他们的。周姑娘到处说我和你没缘房，这话要是传到陛下耳朵里，陛下还以为你对他不满呢。裴玄微微松了一口气。我又道，周姑娘还是太莽撞了些，做事不计较后果。裴玄沉默。然而第2日他发现我差心腹丫鬟去买了堕胎药，等他赶到的时候，我端着药碗正要喝，他3步并作2步冲过来，一把打掉药碗。我吓了一大跳，郡王爷。他双眼通红，几乎是半跪在我面前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叹气，我不想你为难，你为什么总要替别人着想？他又生气又难过，双掌颤颤巍巍地抚在我的小腹。你自己呢？你可有一刻为自己想过？你不为难吗？这是我们的孩子啊，不然怎么办呢？我和他对视，眼里也闪出了泪光。是假死之后独自生下这个孩子，然后让他从小没有父亲吗？他摇头，拿我的掌心贴在他脸上，我摸到他脸上湿湿的。不假死了，我不送你走了，你留下来，我们的孩子不会没有父亲，
父亲和母亲，他都会有，他会快快乐乐地长大。我泪如雨下。裴玄自小父母双亡，纵然他身为小郡王，也吃尽了没有父亲母亲的苦楚，这是他心里永远的伤，永远无法弥补。所以他怎么会让他的孩子没有父亲呢？他对我不是没有情义，可这点微薄的情义和他与周婷的情分比起来，不值一提。但愧疚就不一样了，在这一刻，他对我的愧疚达到了顶峰，这份愧疚破开他的皮肉，在他的骨血里和他缺爱的童年融为一体，扎下了根。我大获全胜。然而我还是替周婷着想，周姑娘怎么办？要是她愿意，她可以进府来做妾，虽是做妾，但关起门来，她和我不分大小，家可以给她管，孩子也可以叫她母亲，只要她愿意，我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裴玄简直要被我感动死了，他和周婷摊了牌，他不准备送我走了，他要周婷做妾。周婷怎么可能愿意？他伤心欲绝，和裴玄恩断义绝，很快就另嫁他人。难道周姑娘一直看重的是郡王妃的位置？我表示不解，她如果真的爱郡王爷，就不会在乎这种虚假的名分了。裴玄短暂的难过了一阵，但随着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他很快就沉浸在即将做父亲的喜悦中，更别提我还主动给他纳了2名美妾。10个月后，我生下了裴玄的嫡长子。儿子有了，长家权也有了，裴玄也越来越喜欢我，我坐稳了南宁郡王妃的位子。我儿子12岁的时候，周婷的夫君调回了京城，周婷也跟着回来了。她已做了母亲，然而还是咽不下当年的气。她找了一个和她年轻时有4、5分相似的年轻姑娘，故意送到裴玄身边。裴玄果然为之着迷，很快纳入府中。他笑我这么多年还是活在他的阴影下。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？我点一点头，的确很可悲。为了这样一个3心2意的男人，你和我斗了10来年，又不是什么稀罕物，还抢来抢去，可悲，真可悲。他正然看着我，我第一次真心实意地劝他，适可而止吧，你有夫有子，幸福美满，犯不着因为以前的事再把这一切毁了。裴玄他不值得。他忽然明白过来，你从未爱过他。我说，我有3个庶女，我一直教导他们爱人先爱己，任何男人都没有我们自身重要。他久久没有反应过来。后来他没有再找我麻烦。我儿子20岁的时候，裴玄为他请立了世子。没多久，他奶娘在庄子上过世，过世之前大概是良心过不去，他将20多年前我威逼他设计周婷的事告诉了裴玄。裴玄一个人在庄子上待了很久，回府时依旧给我带了城东我最爱吃的枣泥糕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在某天深夜梦醒时忽然问我，思思，你爱我吗？我睡得迷迷糊糊，无意识地回答，爱你爱你爱你，爱死你了。他哈哈笑出了声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尤为苍凉。他低喃，我也爱你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